快进来，把门关紧。外面的风实在太大了。今晚掌柜带你借宿的地方有点特别，这里没有江南的烟雨，也没有汴京的暖阁。窗外是一望无际的荒山，800里狮驼岭。如果你现在推开窗，借着月光，你会看到满山的骷髅和在黑夜里闪烁着幽绿光芒的妖气。普通人要是来到这，恐怕早就吓得浑身发抖，彻夜难眠了吧。但别怕，掌柜在桌上帮你点了驱邪的桃木香，火炉也烧得正旺。只要待在客栈里，外面的妖魔鬼怪一尊也进不来。来，先喝杯热茶，暖暖身子。今晚我们不聊唐僧取经的宏大功德，也不聊孙悟空有多么神通广大，我们把这盏油灯调暗。掌柜只想带你看看，此时此刻正顶着窗外这阵刺骨寒风，在山上寂寞巡山的那只小妖怪。在整部《西游记》里，他甚至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，大家都叫他小钻风。欢迎来到长夜客栈，今晚我们借宿《西游记》狮驼岭。在我们小时候的电视记忆里，小钻风就是个负责搞笑的龙套，对吧？一边敲着梆子，一边嘴里碎碎念叨着巡山的规矩，叮嘱同伴要提防孙行者。看起来无忧无虑，最后被孙悟空一棒子打死，大家哈哈一笑，剧情就过去了。吴承恩在书里写过，这座狮驼岭其实大得吓人。山上有3位魔王，手底下管着整整48000只小妖。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在800里不毛之地上，夜幕低垂，在这个层级森严的庞大世界里，有烧火的，有打水的，有带兵的，而小钻风就是最底层的那一个。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法术，身上的布衣有些破旧，他每天的任务就是顶着大雨或寒风，一个人提着灯笼，腰间挂着铜铃，手里拿着磨得光滑的木梆子，在方圆几百里的荒山上巡逻。他的任务就是用肉眼去监控整座大山，只要一发现孙悟空的踪迹，就要立刻回报。大王高兴了，多上一口吃剩的骨头。要是巡山偷懒，或者被发现漏了什么动静，动辄就是一顿毒打。甚至只要碰上高层心情不好，随时可能被脾气暴躁的3大王一口吞进肚子里。悬崖陡峭，乱石嶙峋，有时候走得累了，冻得发抖，他也想在背风的石头后面偷偷眯一会儿，可他不敢，他只能揉揉发红的眼睛，强打起精神，一边哈着气，一边孤独地把脚步迈向下一座山头。在黑漆漆的荒山里，他只能在心里反复默念经语给自己壮胆：个人谨慎，提防孙行者，他会变苍蝇混入山中。其实每天天亮定好闹钟，戴上微笑面具出门的我们，又何尝不是走在自己的那座大山里？在《西游记》第74回里，有一幕其实非常揪心。
孙悟空用72变，化身成一个叫总钻风的高级巡山主管，在山路上拦住了他。小钻风一开始是很警惕的，他厉声盘问来者是谁，质疑对方身为巡山妖却拿不出腰牌。可当大圣拔下尾梢毫毛，变出一块刻着总钻风3字的金漆木牌时，这个底层小妖怪一下子慌了。原著里写，小钻风慌得连忙作揖行礼。他诚诚恳恳地从自己贴身衣内解下那块视若珍宝的身份证明，一块大王发下的金漆木牌，双手捧着递过去验看。那块木牌是他每天提心吊胆巡山，受尽呵斥才换来的唯一身份凭证。孙悟空借口大王派自己下来查看巡山小妖真伪，逼他说清三妖底细。老实的小钻风吓坏了，他把狮驼岭的所有房屋、3位大王的通天本领，一股脑一字不漏地全背了出来。他说大王青狮京曾大闹天宫，张开大口能吞10万天兵，二王白象精身长3丈，长鼻一卷，便是铁骨铜身也难逃一劫。3王大鹏鸟振翅一动便能飞9万里，还持有阴阳2气瓶，人入瓶中片刻变化江水。他说的滔滔不绝，眼神里甚至带着特有的认真与自豪。在冷酷的魔窟里，从来没有人愿意停下脚步听他唠叨。他一边指路，心里可能还在盘算着，等熬过今晚这阵寒风，结束巡山，或许能凭这块木牌去后洞换一碗热腾腾的圣汤。当小钻风说出3大王早与青狮、白象结盟，密谋捉拿唐僧吃肉长生时，悟空顿时怒从心起，假意安抚，拍拍小妖怪的肩膀：“去吧，继续巡山。”小钻风彻底松了一口气，他高高兴兴地跟长官道别，转过身擦了擦额头的冷汗。他正准备重新扛起令旗，敲响手里的梆子，继续巡山，耳边只传来金箍棒破空的呼啸声。原著写道：行者撤出铁棒，跳下高峰，把棍子往小妖头上压了一压，可怜就压得像一个肉坨，现了本道，乃是一个小精灵。就这样，小钻风无声无息地化为了神话背后的代价。事后，孙悟空甚至暗自心软后悔，叹他一片真心，自己下手太狠。在那些英雄史诗的世界里，大人物们要立地成佛，要功德圆满，而那些为了生活拼尽全力的小人物，往往在主线故事推进前，就成为了被历史随手抹去的灰尘。白天在生活里摸爬滚打，有时候会不会也突然觉得自己其实微不足道？我们终究没有拿到那根大闹天宫的金箍棒，成不了万众瞩目的孙悟空。但至少在今晚，在长夜客栈里，掌柜只想陪你坐一会儿。竟那个在寒风里一边发抖，一边努力把山巡完的小钻风，也竟那个受了委屈，心底却还愿意对陌生人留有一丝单纯与温柔的小钻风。
这个在《西游记》背后默默无闻、拼尽全力活过的小生命，在今天这个长夜里，值得被温柔地记住。好了，故事讲完了，桌上的这炉桃木香也快燃尽了。窗外的风好像小了一点，但狮驼岭的黑夜依旧漫长。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生活的大网依然会铺天盖地而来。我们每个人都还要继续戴上斗笠，提起灯笼，去寻我们自己的那座大山。但至少在今晚，在长夜客栈的房间里，你不用再紧绷着神经，不用再去想那些未完成的琐事，也不用去扮演那个永远情绪稳定的成年人。闭上眼睛，安心睡吧。这段时间完全属于你自己。别怕，长夜漫漫，掌柜会一直在这里守着火炉，为你续着热茶。祝你一夜好眠，我们下个长夜再见。